我叫孙琳，我是2015年9月份来的巴黎，当时来读硕士，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读公共政策。2017年毕业之后呢，我因为录取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留纪委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就在这个巴黎总部工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教科文的那个周围会坐着很多难民，尤其是孩子和妇女。他们虽然不能理解说教科文他做的可能是教育科学这些的事业，但他们还是仍然就蹲在这边，因为会觉得说，在联合国工作的人他可能会心怀仁慈，会接济，所以就有时候走过的时候会天天会看到这样的情况。然后现在这个地方小楼呢是我上班的地方，就是世界遗产中心，但是楼下的1层是我们公共信息部工作的。然后你可以看到的，现在这个地方呢是包容之墙，它上面有刻着10个国家的文字，上面的那句话都是一样的，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的第1条，就是宪章第1句话嘛，就是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欲之在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虽然不是100%的准确，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教科文是一个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一个联合国机构。Do you work here? Is there a separate entrance for visitors? Yes, actually, you should go around other side. There's a Place Fontenoy over there. Then you can change your visit card with your passport. Here it's just only for staff. Yes, so it's left and left, and you will find that there is a security check. Oh, cool. After security check, you can just walk inside. All right, cool. Thank you. Good morning. Bye. Bye. 好，现在你们进来了以后，这里就是严格意义上你们已经离开法国国境，然后进入到国际领土了。就是想要做的就是一半是每个人的人脸嘛，一半是就是世界遗产的一些雕塑头像，我们就想说要保护遗产非常重要。我在的部门呢，主要做的事情是公共信息部嘛，所以我们有很多社交网络的互动啊、推广啊，还有就是媒体出版、对外合作等等。那我参与的一个项目叫“为遗产而团结”，是一个针对推广文化保护、遗产保护的这么一个全球倡议运动。把我们原来做的所有为遗产而团结的视频故事，把这些素材的中文、法文、阿拉伯文、英文、西班牙文的视频整理在一个 Word 里面。所以对我来说呢，一个是可以利用我的母语去分享和传播一些关于遗产的信息，包括我们也剪视频啊等等。除此之外呢，我也会帮助我的老板一起做一些商务合作案的准备。就这里面是我所有关于工作的记录，从我第1天入职开始做的第1件事情，一直到现在，就是都在里面。这个呢是所有我工作不同项目的文件夹，我觉得这个习惯是我从我老板这里学得的，因为他的办公桌特别大，然后他的东西非常多，他就把所有的文件就是一溜按颜色不同去分开，然后我自己也会比较关注和中国合作伙伴，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了一些中国企业聊天的一些资料，然后这个作品叫Spiro， 亚历山大卡尔德的作品，它是动态建筑学之父。所有的这些能够被风吹动的这些建筑作品都是他的。Reclining Figure， 它是亨利·莫尔的作品。1958年的时候，教科文跟他们买来的，在我们教科文的那个大门厅那个地方。教科文这一段时间来说，对我最大的收获的话，应该还是给了我一个国际视野。在教科文这边可以认识很多的人，学习到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开会啊，或者是一些活动，我就可以在这些场合上见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可能是一些高级别的官员，还有一些人可能只是普通的实习生。当然，大家都在一同学习和成长。When you finish, let me know. I put you in touch with this company. It's a design, Italian design cabinet.
刚刚是人力资源部的主管，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主管，然后跟着我聊，他说他从那个国内上海出差回来嘛，知道我上海人，就说，你这1年项目之后还给我找个工作，就是在上海一家很棒的意大利的一个设计公司，但是他就说等你到有机会的话，把你跟他们那边对接一下。我说真的好感谢，就是这样。在我看来，没有选择就没有人生。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都是一个一个十字路口这样交错的环境下去选择向左或者向右还是向前而决定的。如果我要分享一句话的话，那我想说的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和持之以恒。